歡迎大家來到本期的名事啊。那我們今天又來到了哪兒了呢？我們看一眼後邊4個字啊，天府國際賽道。那我們来到赛道之後呢，大家会想了，我們今天又來開什麼性能車？其實我們今天開的車啊，跟性能呢有點關係，跟操控啊性能有關係，但是呢又不是一個我們离这种傳統的性能車啊。那我们今天看到是什么呢？新世代宝馬 iX3 长轴距版本，这个车比我们海外版本早发这个版本啊长了108毫米。那从原来的轴距2895啊，一下提升到了3米的轴距，所以它的后排的空间啊就会非常的充足啊。待会儿我们进去看一眼。那我们先看到新世代这个宝馬的这个整个的新的设计语言啊，那它的双肾其实是一个回归历史的时候。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的宝馬歷史中，雙腎是作為每個時代不同的調整的一個方向標，或者說是一個新時代的一個標誌性東西。那新時代這個從車頭到整個這個車燈的天使眼啊，都有了新的變化。雖然是重度偽裝，但是我們還是能夠看到，這個車燈的一個啊，以及我們說的這個雙腎啊，你看它的立體的感覺啊，那大家從網上能找一找啊。那所以說整個來講的話，那這個設計語言其實跟海外的啊幾乎是一樣的。那我們剛才說了尺寸增大之後啊，我們到裡邊給大家去展示一下啊。我們上車，其實我們都不用進到車裡邊啊。我們的副駕駛啊，現在的位置就是這樣的一個非常標準的位置。當我坐的時候會稍微往後躺一點點啊。那現在其實座椅從這兒調過去，曾經有過3輛寶馬車主以及這個4輛 mini 的車主啊，這個現在調整到這個位置其實非常好。現在這個位置啊，其實就是我喜歡的這個寬度啊，腿非常長，直接放到這兒以後，你發現啊，我的腦袋一到了壁柱這個位置了。那我們再一鏡到底到後排看一眼啊，這個長108毫米啊，到底去哪兒了？剛才我們看了很多車調到壁柱之後啊，後排就沒有空間了。而這個你看到啊，角度，這角度非常舒服啊，往上一躺，北京灘，你發現還沒有頂到前面啊，這已經攤這個位置了，說明這個軸距3米長的軸距以後，完全給到了後排的這個空間使用空間上啊。所以說整個來講的話，我們通過側面看，這個車的尺寸非常大，全是從這個後輪到前輪這個使用空間上。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個人的乘坐的舒適度啊，非常高。那我們再來到後面以後，它會不會侵佔到我們的後備箱的空間呢？你發現這個後備箱啊，非常大啊。那我覺得這個豎着擱2個那種方箱子啊，我們這種鋁模板的方箱子，大家特別流行的那種顏色比較多的鋁合金的，擱2個，我覺得一點問題沒有。同時我剛才看了一眼，下邊還有儲物空間。這裡邊呢，其實你會發現有一點好處什麼呢？它可以擱一些你比如說不常用的救援裝備啊，包括一些比如說車裡邊用的一些東西啊，都可以放在下邊。甚至好多網紅老師們也會經常去調侃的時候，藏私房錢藏在哪兒呢？也許剛才我說的那個位置。所以說整個這輛車的在這個調整的過程中啊，我們不僅在尺寸上有調整，我們在車的車機上啊，包括我們現在特別喜歡的這個大語言模型啊，包括我們智能啊，都是有的。最重要的一點，新世代要符合新世代的需求的時候，這輛車還採用了 Momenta 的支架，這也是相信中國消費者特別關注也特別喜歡的。這個車在上市的時候也會有這個支架，而且是我們大家熟悉的 Momenta 的支架。所以說這個車無論從車機到支架到空間都是非常好的。新世代這個 iX3 長軸距版本啊，它是採用這個全域800伏的高壓結構設置，完採用的是大圓柱的電池，綜合續航達到了900公里。在標準版本的時候，在海外測試的時候，它甚至已經超過了1000公里啊，就是它一次這個滿電的情況下超過了1000公里。所以說整個這個車的這個能耗續航啊都非常棒。作為寶馬新世代的產品啊，那它首先是800伏高壓平台，對於快充那必須到位，400千瓦的快充啊，可以讓我們大大的縮短
充電時間10分鐘補能400公里啊。同時，未來呢 AI 将賦能寶馬的机器人充電。那未来我们将无需人介入的情况下，全部流程将由机器人手臂来去完成。这样呢，高效自动的这种方式的话，也是未来生活的一种点缀啊。同时，中国人喜欢的这种外放电呢，宝马在新时代也考虑到了，只是未来我们要通过 OTA 的方式啊，来解锁这个功能，让我们的用车场景更加的丰富。同时，它是采用的一个双电机版本啊。我们刚才说了，它整个这个驾控这个大脑啊非常智能，它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我们原始这个逻辑。新的这个整个的智控大脑啊，它是真的冗余在一块的。那我们甚至很多在开车过程中的时候，刹车都不介入，物理刹车啊，就液压系统的时候只介入到2%，大部分是通过整个的这种制动系统我用回收来去做的这个功能。待会儿我们上赛道来看一看宝馬的看家本領，操控到底還是不是我們喜歡這個寶馬，到底是不是我們原來熟悉的這個寶馬。待會兒跟着鏡頭一起走。我們現在進入到這個整個4個環節裡邊的一個最動態的狀態啊，而這個狀態中你會發現啊，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車怎麼說呢，把寶馬這個駕駛這個做到一個完美的體驗啊，這也是我覺得對於這個超級駕控系統啊一個特別好的解讀。我們現在40公里啊，不剎車，我們是哇塞，真的比我想象的這個剛才這個過程啊，要比我想象的要順滑很多。而且呢，我剛才過的所有的過程中沒有踩剎車，只有最後一腳踩了剎車啊。我可以這個時候緩慢的剎車，感受一下這個時候的剎車。哎，我們前面的動作其實完全都是差不多的啊。我們剛才通過一個傳統的一個踩出 ABS 或者是用我們認為的這種剎車，嘣一腳坐到底這種狀態啊。剛才我沒有坐到底的情況下，它依然停到了那個方格裡邊啊。幾乎無感了，已經幾乎到無感了。我們試一下彎道裡邊打這個方向啊，因為這個其實有剎車的感覺又不一樣。這個感覺已經超乎了我覺得對物理的概念，因為我們當時說剎車的過程中的時候，在彎道裡剎車的時候，你會發現左右輪的力度不一樣，因為內側和外側的支撐力也不一樣，它剎車就一定是我們重剎的會往外推。而現在這種感覺，我覺得已經很神奇了，感覺啊，鏡頭裡邊我覺得完全感覺不到，可能你真的用體感來感覺到這個東西，真的是通過這個東西啊，真的比手，你看你手碰它都晃得很大啊。所以你會發現在跟車過程中的時候，其實可能沒有15公里，那其實跟車也就幾公里啊，因為我們跟車狀態，北京啊，就這種狀態，完全我估計如果你只看鏡頭的話，我覺得可能你感覺不到停，就是你感覺不到車在動，其實但車真的在動。其實經常其實我們大家在堵車過程中啊，也就是5-6公里狀態中，你看我這個腳這邊真的是輕輕一點，它就非常勻速的，小熊都沒有動啊，這真的是車真的在走，就是大家不相信的話，就是車真的在走啊。我們加速到15到20之後呢，你以剛才最輕柔的方式踩下剎車，同時您閉上眼，您來猜車什麼時候停。我去，然後您告訴我停沒停，我來給您反饋。我去，我給大家證實我要閉眼，因為所以才會這樣的啊。但是我們證實我閉眼了，我說停沒停，大家看看外邊能感覺到我到底說的對不對啊？15到20啊。我不知道停沒停，其實剛停，我真的不知道停沒停，其實剛停，因為我意識中可能它已經停了，但我在猜它停沒停，我在猜其實它到底停還是沒停，因為我感覺不到車輛在變化。其實啊，我再試一遍啊，如果鏡頭前你不相信的話啊，等這個車上市啊，去試一把。我說這個功能啊，輕，
停了。没有，3、2、1，0，刚到0的车速，刚到0是吗？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体感中认为它的车速度慢的程度已经停了，但是呢，其實你會發現它有一個這種感受的差距啊。但是你會發現它這個細微的什麼，我說的平穩，你會發現這個過程中啊，雖然它沒有停，但是這種平穩的狀態中，又能感受到整個車整體的給你的感受啊。用魔法形容，我覺得不誇張，真的不誇張。大家可以去真的感受一下寶馬帶給我們的新能源時代，超乎我們之前認知的這種駕駛的感受啊。那我們現在其實開上了我們新時代的這個第一款車型啊 ，iX3 的長軸距版本啊。我們開上來之後，其實第一感受啊，這就是一輛寶馬。我開起來這種所有的手感、懸掛傳遞的底盤傳遞的這種質感，都是源自於我開過這麼多寶馬車帶給我的這種感受啊。因為現在是一個重度偽裝的車啊，沒辦法給大家去展示這個車機啊。這個車機上了以後，它有了新時代的這個很多的這種特點。3D 的 HUD 啊，現在沒有給大家展示，因為也是個保密階段。但現在能展示的就是這個超級的4K 的一個屏幕啊。那這個屏幕的對比度達到了是吧？好像10萬比1啊。你像這個對比度能夠給到大家的這種感受啊，就是我現在視覺和這種屏幕裡看到的都是完全一樣的。雖然是一個重度偽裝的一個測試車啊，但是開起來的感受啊，就依然跟一貫的這種寶馬的這種嚴謹的工程學啊，有很大的關係。其實跟量產車我覺得操控啊不會差太多了啊。現在唯一不能解密的，我覺得就是本土化的車機上有很多功能還未達到我們最終的給大家實現的這種狀態啊。當然我們剛才看到前面這個視覺追這一套啊，從 3D 的這個 HUD 到我們長度的這個整個的超感知這個屏幕，再加上我們現在中控這個大屏，甚至我們在前方向盤這個所感知的東西，它形成一個完整的視覺，就是眼睛往前看，一直看到我們要去的方向。所以這個幾套系統之後，通過再上一層的整個的一個大的域控制系統啊，來去讓我們這輛車無論從操控到我們的智能駕駛到我們的車機等等方面啊，都達到一個完美的一個配合的邏輯。所以說這才是新時代裡所帶給我們的一個新能源的一個狀態。剛才我們在高速公路上、城區道路上，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山路駕駛中，都會發現其實這個車給我們的反饋啊，你感受不到其實車輛重，它通過很強的底盤調教，加上我們剛才說的這些電控系統的這種精細的管理啊，讓這個車其實開起來達到我覺得跟油車的一個駕駛的習慣啊。那我們現在調成一個運動模式，我們試一下啊。那我們現在調成運動模式啊，我們可以看到啊，我前邊我們的大屏幕其實已經出現了不一樣的這個顏色，以及我們看到這個車其實有了計值的顯示啊。除了我最前面的區域啊，右邊兩個都其實可以自定義的啊。這個時候現在它通過它預定的這個模式啊，我們感受一下我們新時代第一款新能源的這個車在山路裡邊的動態的表現。我們現在通過前鏡頭也可以看到前車，你可以在這個彎裡邊，其實整個這個狀態啊，它整個的懸掛的這個支撐，完了以及它在這個細微顛簸這個車身的這種濾震性啊，都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調教狀態了啊！我相信在隨後的這個正式上市的時候，我相信它會有一個更完美的一個狀態給到我們。那我們看到，其實 D 的這個左邊這個有2檔，在 M 車型上會有，其實它可能是變速箱啊，或者是懸掛的一些的調級軟硬中啊這個東西。但現在這是什麼？它變成這一個動能回收的點，因為跑山過程的時候，我們原來正常是什麼狀態？就是剎車盤過熱啊。那通過動能回收之後，我在很多彎的時候根本不需要踩剎車啊，它就過去了。所以說你會發現，電車在調的過程中的時候，整個這個小的這個功能啊，可以讓我們更加的順暢的去跑山。同時呢，你會發現，那我們在這個整個的過程中啊，它在運動模式下的時候，它更趨向於後驅車。那這樣的話，我們在整個的出彎的過程中的時候，它的馬力啊，它的轉向啊，它的所有的方面都讓我們感覺到更運動。所以說你會發現，通過不同模式的調節之後啊，轉向這個力增大了以後，我們懸掛的這個緊致程度，包括我們的動力的輸出的調教，以及我們動能回收的整個的過程啊，它都通過這個模式中可以有一個完美的匹配。第二，我覺得更安全，可以讓你有更好的剎車的這種勇於的這種强力制动的這種機會，同時它還能達到一個我覺得動力平衡的狀態。
所以其實這個你會發現，這也是寶馬的所有的車啊，它之前的這些車，無論是從舒適模式、經濟模式到 Normal 到 Sport， 甚至 Sport Plus 這種各種模式下，它都会对发动机、变速箱包括悬挂做一些动态的调整。同时我们回到了新时代以后，你会发现宝马依旧还是延续着一个，它是一个非常好开的车，它是一个善于驾駛的車的一個邏輯而開到這輛車。這個時候我們尤其是對一個 Beamer 的人啊，我相信他一定會非常喜歡這款車的。所以你會發現這個表現下來以後，它既是智能的，符合當下新能源所有消費者對這個消費邏輯的這種感受，同時它還是一個我們心目中啊一個好開的車。所以這就是我說的，通過這麼長時間，寶馬打磨一個新時代的一個新能源產品啊，我很期待這個轎車版本的出現。因為那個版本的車型，我覺得無論從設計上，包括它的這個未來語言上，我都是一個非常喜歡的啊。當然，這款 SUV， 我相信中國的消費者如果非常喜歡駕駛質感，同時又擁抱這個新時代這個科技的這個人，一定要來去開一開這個車。我相信你開完這個車之後，一定會對新的這個電車或者新能源車有一個新的感知和新的理解。我們現在呢，開完了以後，我們看一眼這個車的能耗。我剛剛通過了城區山路還有高速，通過這種全加油這種狀態啊，我們開了45公里。我們從78%左右到了72%，那中間其實最低的70%又回來了。所以這個就是超級這個支架這個功能啊，這個單元啊，幫助我們做了很多東西。這個空調費了10%的電啊，因為溫度還是比較高，所以你會發現1小時的路程啊，達到了一個16.4的一個耗電。所以我覺得這個正常駕駛過程中是非常非常不錯的啊。我相信如果未來會有一個單電機長續航的版本的話，那整個的能耗會更低啊。我們經過一天的這個駕駛啊，從我們靜態啊到整個動態開完之後啊，你會發現這個新時代的寶馬 X3 長軸距版本給我一個新的認知啊，就是它動態依然是寶馬那個精準的操控，靜態回到了我們新能源時代這個超級駕控平台這個系統啊，它很多智能駕駛的時候，它全是車機自己算的，無論是動能回收還是剎車，需要不需要液壓這個狀態介入，整個的動態的分配，包括加速這個減速的過程中，根本不需要人的去做干預。我們當時上了賽道之後，可以感受到這個車的動態120公里。緊急制動變線啊，完了它的制動距離非常非常短，而且它的操控是可控的啊，我相信它連續變線都是沒有問題的，以及我們最經常做的薩拉隆這些50公里，我已經開到了快60公里啊，所以整個來講，這個車給我的感覺就是說非常非常的神奇。同時，我們在這個剎車裡邊還試了一下什麼呢？就是你當用 D 檔和 N 檔的時候，感受我們用傳統的液壓剎車和通過電機來控制的這個剎車啊，舒緩這種剎車這種系統啊，完全其實跟之前的理解都不一樣。以及我們可以用這個車以1公里的時速啊，甚至不到1公里的時速，在緩慢的去前行，這都是電控帶給我們的這個功能啊。所以就是說，不要質疑一輛寶馬的電動車，它到底還是不是寶馬？寶馬的所有的車都是寶馬，這樣全域的800伏架構給我們酣暢淋漓的這種駕駛，同時再加上我們新的這種車機，整個帶來的這種自然語音啊、AI 啊，以及未來搭載的 Momenta，我相信這款車如果你開過了，一定是你最喜歡的寶馬車，或者說是一定是你最喜歡的新能源新時代的代表。